叔一看，这个女人上一秒还是全款买下大平层的顶尖医学女教授，下一秒竟穿越成一本小说里的恋爱脑炮灰，正准备为了一个街头混混抛弃亲人，私奔寻死。而故事要从她睁开眼的那一刻说起。女人名叫如书，此刻她正头痛欲裂，还没搞清状况，就发现自己身处一场混战中心。一个瘦弱的少年正死死抱住一个混混的大腿，拼命阻止他带走自己。少年是原主相依为命的弟弟阿郎，而那个混混正是原主爱得死去活来的私奔对象杨晨。如书瞬间反应过来，他竟然穿越进了自己刚看完的一本小说里，成了那个和他同名的悲剧女配角荣如书。书里的如书本是荣国公府的嫡女，6岁时父母双亡，很快就被赶出家门。然而她依旧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废人生活，全靠弟弟阿郎在码头扛大包做苦力养活。更可悲的是，16岁的他被地痞杨晨几句花言巧语就骗得神魂颠倒，不惜抛弃含辛茹苦的弟弟，也要跟他私奔。就在阿郎被杨晨一脚踹开，心如死灰，准备撞墙自尽时，穿越而来的如书彻底清醒了。他看着为了保护自己而遍体鳞伤的弟弟，再看看那个满脸得意的渣男，积压的怒火瞬间爆发。她不再是那个恋爱脑的蠢货，而是一个拥有现代灵魂的独立女性。如书抄起旁边的木棍，对着还在叫嚣的杨晨就狠狠打了下去。这一反转让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尤其是弟弟阿郎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那个为了渣男要死要活的姐姐，竟然会亲手暴打自己的心上人。就在如书把杨晨打得鬼哭狼嚎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杀气腾腾的锦衣卫包围了码头，人群瞬间作鸟兽散。阿郎也吓得脸色惨白，拉着如书赶紧躲藏。只见一个戴着鬼面具、身形挺拔的男人，在一众锦衣卫的簇拥下缓缓走来。他就是传闻中权势滔天、杀人如麻的锦衣卫指挥使魏大人。如书看着他那完美的肩腰推比例，还在心里默默欣赏。旁边的弟弟阿郎却已经吓得魂不附体。原来这位魏大人手段极其残忍，恶名昭著，是整个京城无人敢惹的活阎王。如书暗骂一句晦气，赶紧拉着弟弟趁乱溜走。然而回到家后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。所谓的家只是一个四面漏风的破烂茅草屋，忠心耿耿的丫鬟玉儿见到他们回来，激动得差点哭出来。晚饭端上桌，只有2个小的可怜的红薯，这竟是3个人未来10天的口粮。这一刻，如书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家徒四壁，一贫如洗。想到自己前世坐拥豪宅，如今却要为一口吃的发愁，他下定决心必须立刻挣钱改变现状。第二天一早，面对弟弟你是不是还想去找杨晨的质问，如书直接表明态度，自己已经看清了渣男的真面目，绝不会再犯傻。为了让弟弟和丫鬟吃饱饭，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上山寻找草药。作为医学教授，辨认草药对他来说易如反掌。更神奇的是，穿越后的他似乎获得了一个特异功能，超强的嗅觉，竟能闻到各种植物甚至药材独有的味道。靠着这个金手指，他带着玉儿在山里成功挖到了被当地人当作杂草的山药。这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，更是开启了他在这个时代搞钱的第一步。就在生活稍有起色时，弟弟阿郎却带回一个惊人的消息，他竟然拿出200文钱，说是换了新活计挣来的，要给姐姐攒嫁妆。如书看着这笔不小的收入，心中疑窦丛生。他凑近阿郎，闻到他身上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味和药材混合的怪味，这味道让他感到莫名的熟悉和不安。阿郎究竟换了什么危险的工作，才能挣到这么多钱？更离谱的事情还在后面，他们家隔音极差，如书晚上总能听到隔壁的动静。通过只言片语，他惊骇地发现，那个被弟弟阿郎畏惧如虎、恶名在外的锦衣卫头子魏延，竟然就是他的邻居。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就住在他隔壁的破房子里。这个发现让如书脊背发凉，他的一举一动岂不是都在这个危险人物的监视之下？为了尽快摆脱贫困，也为了查清弟弟身上的秘密，如书更加频繁地上山采药。这天，他刚挖到一株珍贵的解毒草药，山林深处就突然传来凄厉的呼救声，似乎有人被毒蛇咬伤了。在这人命如草芥的时代，一个专业的医生就是行走的救命符。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对如书而言，究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，还是会让他卷入另一场无法预料的巨大危险之中？他会选择出手相救吗？